过年打牌，堂哥布罗迪突然说这么玩没意思，要玩就玩大的。他把道奇公羊 TRX 的钥匙拍在桌上。谁敢跟？他问。我立刻明白他在做什么。他在炫耀他的卡车。所有人吓得面如土色。就是玩玩，布罗迪。他们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们可不敢跟。他们立刻转而奉承他，夸他这么年轻就开上这样的猛兽。我犹豫了。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牌，3张 K。布罗迪享受着奉承。就在他美滋滋地伸手要洗牌时，我掏出了自己的起亚钥匙。我跟。我平静地说。01。房间瞬间死寂。所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布罗迪的眼睛瞪得溜圆。空气里的弦绷紧了。当我们的2把钥匙都落在桌上，任何家族情分都蒸发殆尽。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是他先压的车。如果他对自家人都能下狠手，那我当然没必要留情。布罗迪冷笑。你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？想唬我？他冷笑着。这可是道奇公羊 TRX， 小子。先去凑点真钱再来。你以为拿辆破起亚就能炸我？我漠然地看着他。我一直讨厌跟他打牌。每逢过节，大家就想图个乐。但他仗着有钱欺负我们。总是下大注。玩过牌的都知道一个道理，穷人在富人面前没有尊严。我们压5块，他随手扔500。大家都劝他别对家里人玩这么狠。他一脸无辜。500也算大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他仗着我们没钱，胡作非为。我知道我的起亚比不上他的 TRX。于是我转身叫了我的未婚妻茉莉。我们快结婚了。他带着订婚的那套5金，把戒指和劳力士放桌上。我对他说。茉莉看着我。他没问我是什么牌。他直接取下金饰和手表，啪地摔在桌上。那一刻，我脑子里闪过一句话：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认真地看着布罗迪。现在够本了。开牌吗？布罗迪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他咬着牙。他万万没想到我真的敢跟他杠。表弟，他嘲讽道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输辆车，不算是。可你要是输光了，你们一家子怎么活？02。我摇摇头。不劳你操心。我们自有活法。再说了，刚才吃饭时，你不是还跟我爸说我一点胆色都没有吗？布罗迪的脸铁青。我以前从没顶撞过他。但刚才吃饭时，就因为我没他挣钱多，他把我好一顿羞辱。他当时那副嚣张的嘴脸，笑话我太怂，做不了大生意。不像他，是个大老板。说到一半，我爸还起身给他点了根雪茄。我爸只是想给个台阶，但布罗迪连挡风的手都没抬一下。外人或许不懂这什么意思，但在我们家族，长辈给你点烟，你不护着火，就是不敬。就是瞧不起人。那是当众在满屋人面前打我爸的脸。大家紧张地看着布罗迪，问他还开不开牌。他深吸一口气。要玩，他突然说，就玩更大。这才够劲。他把牌面朝下拍在桌上，用盘子扣住，然后走了出去。透过窗户，我们看到他走到他的 TRX 旁，拎出一个金属手提箱。他大步走回来，把箱子砸在桌上。打开。里面是成沓的现金。这里面有5万美金。布罗迪傲慢地说，你敢不敢跟？动静惊动了长辈。唐叔叔看到布罗迪的举动，慌了。你疯了？他冲过来，那是厂子项目的预付款。不能动。布罗迪坐下，笑了。没事，爸，我玩得起。就不知道我这位小表弟跟不跟得起。03。我立刻明白了布罗迪的计划。即使是玩炸金花，通常也有封顶，防止失控。但开局时，为了显摆，布罗迪特意强调了不设上限。他要一直加注，要加到我跟不上为止。他想让我流干血。果然，他阴险一笑。怎么了？没钱了。你要是拿不出钱，之前下的注可都归我了。
恕不退还。唐叔叔也明白了布罗迪的打算，他忍不住露出笑容。他转身回去跟其他长辈打牌，看都不再看我们一眼了。我沉默地攥紧了拳。我确实没那么多现金。突然，茉莉开口了：“没事，我们押婚房。”瞬间，屋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转头瞪着他。唐叔叔咬着雪茄嘴，忘了摸牌。布罗迪呆呆地看着我们，他身子在抖，也许是气的，也许是紧张的。这下玩太大了，长辈们也不打了，他们围过来，嘀咕说这赌得太过了。我爸慌了，他跑过来抓住我的肩膀猛摇：“你脑子坏了！”他吼道：“你想让我们无家可归吗？”他一边骂我，一边想偷瞄我的牌，但我啪地把手拍在桌上，死死盖住。玩过牌的人都知道，牌不能给人看，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，你就露了底。我拿的是3条 K， 只有3条 A 能赢我，是布罗迪挑起的战争。而老手都懂，拿到3条 K， 要么赢个大的，要么输个彻底。茉莉直视着布罗迪的眼睛，婚房值20万美金，比你那5万多15万。你开牌还是弃牌？唐叔叔尖叫起来：“你们都疯了吗？”04。唐叔叔扑到桌上，想把我们的筹码推回去。他朝我吼：“别激你哥了，他是老板，他不想毁了你，快给他道歉。以后你还想不想让他拉你一把了？”我一把抓住唐叔叔，把他按在椅子上，把东西放回桌上。我吼道：“唐叔叔没料到我会这么凶，他吓得一哆嗦。他押500的时候没人吭声，我咬着牙说：“他吃饭时吹牛，你让我爸像个下人一样给他点烟。现在他先押了车，我跟到底。”唐叔叔愣愣地看着我：“你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？”我看着布罗迪：“要么你跟这5万，要么你弃牌，桌上全输，或者现在取消赌局，各拿回各的钱，你给我爸跪下道歉。”房间里死一般寂静，没人敢出声。他们都看见了，布罗迪叼着雪茄等着，我爸擦着了打火机。当时没人站出来，我甚至看到唐叔叔脸上闪过一丝讥笑。布罗迪怒极反笑：“你真以为在家族面前你可以这么狂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你把车钥匙拍在桌上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”布罗迪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冷笑：“行，别怪我坑你，你不是要跟吗？”突然，他翻开了2张牌，一对 Q。看到他的牌，我心口一块大石瞬间落地，但我表情依旧严肃。布罗迪傲慢地摇摇头：“猜猜看，我第3张是不是 Q？ 我是不是3条？亮一半牌。”这是经典的恐吓战术。他想炸我，想看我慌不慌。他吓不到我。就算他真是3条 Q， 我的3条 K 也大。我本来担心他是3条 A， 但现在我的担心烟消云散。布罗迪想耍帅，但他刚刚把自己送进了陷阱。当然，我保持着严肃：“我赌你在诈唬。”我说：“你跟还是不跟？”布罗迪盯着我的眼睛，想从中读出点什么。这是一场胆量和演技的对决。他犹豫了。唐叔叔小声劝他：“别跟了，你看不出他一点不慌吗？”布罗迪的脸扭曲了：“我不跟，桌上这些就全没了。他肯定是诈的。”通常亲戚们都爱出主意，但此刻没人敢插嘴。牌没开，谁也不知道真相。布罗迪紧张地环顾四周，是他要玩大的。要是现在弃牌，以后在家族里也别想抬头了。最后，他朝他老婆拉娜招手：“过来。”05。拉娜不情愿地走到桌边，布罗迪让他把身上所有首饰都放桌上。他的那一套比茉莉的更重，也更贵。和茉莉不同，拉娜不想摘。布罗迪急了，他赶紧给他看了他藏着的第3张牌。拉娜一看，脸上瞬间乐开了花。他立刻把金饰全撸下来，摔在桌上。他讥笑着看着我：“行，
我们奉陪到底，愿赌服输，可好？在场各位都是见证，谁要是耍赖，谁就不得好死。开牌吗？我问。拉娜兴奋地尖叫。不，我们还要加注。他贪得无厌，但两边都没筹码了。突然，拉娜把手指上的钻戒撸下来，扔在筹码堆上。这是第二的钻戒，值$5000。我摇摇头，我不要，这玩意儿对我来说就值100块。拉娜炸了，你傻啊？懂不懂牌子？这是第二钻戒，一个男人一生只能买一枚。拉娜，我冷冷地说，我不认牌子，在我这儿它就值100块。拉娜张嘴要骂我，但布罗迪打断了他。那我押我的房子。满屋哗然。不行！唐叔叔尖叫，那房子值$250,000。布罗迪冷笑，爸，我没疯，我下大注，他就必须跟，这是规矩，每次下注必须比上一次高。他看着我说，表弟，你还有钱跟吗？我沉默了，我确实没筹码了。布罗迪立刻捕捉到我的犹豫，他放声大笑，探过身来拍我的肩膀。有时候你就是玩不起，说白了，我就欺负你没钱。可你又能怎么样？你可以押上命，他压低声音说，但那也不够价，是吧？